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九色鹿。九色鹿住在恒河边上，那是一条很大很大的河，像玉一样洁白的九色鹿就在这条大河上和花草、小鸟作伴，生活的安宁又幸福。他最好的朋友小乌鸦也总是在他身旁快乐地跳着舞。可是有一天啊，恒河里来了一个陌生人，他可不是走着来的，而是掉到河里被河水冲过来的。这个人在深深的河水里面浮上浮下，不停地高喊着救命啊！恒河的水又大又急又危险，谁也不敢跳到河里去救人，只有勇敢的九色鹿不顾危险地跳了进去。小鸟们在河面上着急地飞来飞去，不停地喊着加油加油。说来也怪，九色鹿跳进河之后，河水立刻变得安静了。九色鹿把落水的人背在身上，并且一直带着他游上了岸，回到了自己的家。这个名叫吊达的人拼命地感谢九色鹿的救命之恩，甚至跪下来说要给九色鹿当奴仆。九色鹿可不需要什么奴仆，他对吊达说，回去吧，这里不是你住的地方，不过千万记住，不要告诉别人我住在这里。吊达走了，九色鹿继续安宁地住在恒河边上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不久以后，这个国家的王后突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只无比美丽、无比安详的九色鹿。王后立刻找到国王，说想要一只美丽的九色鹿当宠物。可是找遍了整个王国，大家都不知道九色鹿住在哪里。于是啊，国王宣布，如果有人能带他找到九色鹿，就把整个王国的一半分给他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吊达简直是心花怒放。他一边盘算着得到一半王国之后该怎么享受，一边赶快地跑到王宫里汇报九色鹿的行程。至于九色鹿的救命之恩和自己对九色鹿的承诺，他早就给忘记了。吊达带着国王的军队来到了恒河，来到了九色鹿的家园。眼尖的乌鸦第一个看见这支庞大的军队，就拼命地飞去给九色鹿报信儿。不好啦，不好啦，国王的军队来抓你了，九色鹿，快跑呀！可是已经太晚了，在吊达的指挥下，军队把九色鹿团团地包围了起来。九色鹿跑不掉了，士兵们围着九色鹿，一个个都张牙舞爪的，他们还拔出弓箭，威胁要射死九色鹿，让他赶快投降。不过呀，九色鹿一点都没有害怕，他还是那么的安详。是国王要找我吗？那我就跟你们去见见他吧。说完，他就站起身来，静静地往前走，然后就像有魔法似的，国王的军队也安静了下来，慢慢地跟着九色鹿走向王宫。九色鹿在国王身边看到了吊达，立刻就明白了一切。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国王，我救了这个人的命，他也答应过不把我的行踪说出去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更没有想到国王居然是这种小人的同伴。听了九色鹿的故事，国王又感动又羞愧，他让人把吊达抓了起来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害得我也差点跟着做了坏人。
九色鹿安宁地离开了王宫，回家去了。他最好的乌鸦朋友兴高采烈地陪着他一起走。至于那个吊达，他被国王派人扔到了恒河里面去了。这次还有谁会乐意去救他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欢迎你明天再来哦，再见。